大会主席尤锡坤院长、诺鲁共和国昆勒斯总统伉俪、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联邦莱博总督、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朵根总督、现场的贵宾、好朋友，还有我们刚从亚运归来的台湾之光，我们现场的贵宾好朋友，以及收看电视和网络直播的国人同胞，大家好。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112年的国庆日，阔别3年，我们终于脱下口罩，齐聚在此，共度我们国家的庆典。现场有许多来自全球各地的侨胞，还有睽违3年再一次远道而来的国际友人。我要代表台湾人民向大家致上最诚挚的感谢。回首3年来辛苦的防疫之路，仿佛那一段路走得很遥远，然而有另一条艰辛的路，我们走了30年。就在上个月底，潜舰国造的第1艘原型舰下水了。在完成后续的测试之后，这艘海鲲军舰预计在2025年正式服役。潜舰国造是历经30年，不同政党的总统都想实现的梦想。现在我们做到了。从无到有，踏出这一步需要无比的勇气，要扛住压力，要突破瓶颈，要顶住流言蜚语。只要稍有犹豫，就会失败。但是我们终于做到了，我们的国防自主再跨出了一大步，国军不对称战力再向上提升，我们更再次展现守护中华民国台湾的决心。我相信，全世界更会认同海鲲军舰是为了守护区域和平稳定而破浪前行。这正是中华民国立足台湾74年以来，所以可以屹立不摇的精神。面对特殊的国际处境和瞬息万变的挑战，我们不前进就会倒退，不奋进努力就无法掌握自己的未来和命运。尤其这7年多来，国际及区域的政经情势复杂多变，再加上百年大疫跟极端的气候，再在挑战民主国家中政府治理的韧性机制，也挑战民主社会中人与人的信任基础。我从未忘记过我对改革的承诺，也深知改革所带来的冲突和阵痛。我要感谢台湾人民，我们总能用团结战胜恐惧，用包容化解仇恨，用民主克服挑战。婚姻平权法案通过已经4年了，我要感谢反对者的包容，成就了一个让全世界羡慕的台湾。每一对相爱的彼此都能够幸福成家的国度。我要深深感谢我们全体军公教伙伴的谅解，为了年金的财务能够永续，我们一起完成了过去无法做到的年金改革，也让我们政府的财政更有余裕来照顾下一代。我要谢谢我们劳工朋友的体谅，虽然我们还没有走完年金改革的最后1里路，但是我们从2020年起陆续编列了2670亿元的预算，拨补劳保基金。我期盼下一个阶段劳保财务的改革，能够在稳定的财务基础上，在社会的理性对话中凝聚共识，稳健的来进行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连续8年调涨基本工资，并以所累积的经验为基础，提出最低工资法草案，送交立法院审议。蔡英文
没有忘记要照顾劳工的承诺。前一阵子，我遇到了一对来自桃园的夫妻，他们是投入包租代管的公益出租人。他们跟我说，社会住宅出租的不只是一间房，而是要给房客一个家。我要感谢在台湾不同的角落，这样温暖投入推动社会住宅的朋友。7年多来，我们在起步阶段的困难中前进，并且奠定基础。如今，社会住宅运动逐渐的卸下标签，成为社区的正向力量。8年20万户的目标，也将在2024年年底达成。居住正义这条路仍然漫长，但经过这几年的经验的累积，我相信未来一定可以在正确的道路上加速前进。我还记得刚接任总统的时候，台湾的电力备转容量率曾经最低只有1.64%，但这7年多来，我们大幅度提高能源供应，也全力的推动能源转型，终于在去年迎来了转捩点，让绿电的总发电量首度超越了核电。现在阳光越强，气候越炎热，就越不用担心午后缺电。在傍晚尖峰的时刻，我们的备转容量率也能够维持在7%到10%的稳定状况。我们在跟时间赛跑，克服种种的困难，一步步的实现能源转型。面对世界急起直追的2050净零转型的目标，台湾的再生能源发展、储能网络的建构和电网韧性的强化，只能快，不能慢，更不能走回头路。除了推动改革，过去7年多，我们在剧烈变迁的两岸及国际情势中，倾全力发展经济，厚实国力，照顾人民，确保国家安全，稳定两岸情势，并且争取国际的支持。经过全体国人7年多的努力打拼，台湾的经济不仅展现了强大的韧性，更成为驱动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关键力量。中华民国的国力变强了，我们的 GDP 规模从我上任时的17.5兆大幅成长，今年预计将突破23兆元。而在这几年全球饱受经济停滞以及通膨所苦的局势下，台湾这几年来的平均经济成长率仍然可以维持高于全球平均值，站稳4小龙之首，并且维持相对稳定的物价。同时，我们还保持财政稳健，将连续6年的政府税基剩余跟全民来共享。除了发放消费券来促进消费，也透过像是普发现金、T-Pass、扩大租金补贴等措施，协助大家减轻生活负担。我们更加强平衡城乡发展，加大投资中小企业的产业转型升级。我们也全力推动6大核心战略产业，大力投入基础建设，带动台湾产业完成了典范移转。尤其是强大的科技实力和制造能力，让台湾成为全球供应链重组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。因此，我们也翻转了过去依赖单一市场的状况，我们对美国的出口金额翻倍成长。而今年6月，我们跟美国完成签署的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，就是率先各国创新观念的全新贸易协定。经过7年多的耕耘，我们对西南向国家的出口贸易也创史上新高。我们也强化与欧洲链接，现在欧盟已经是台湾最大的外资来源。我们用经济实力向全世界证明台湾无可取代的重要性。而从2016年以来，蔡英文政府始终信守承诺，
维持现状。我们坚守4个坚持：不挑衅、不冒进，在压力下也不屈服，和全球民主国家深化合作，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，也为世界贡献良善的力量。对岸因台风而豪雨成灾，我们展现人道关怀；土耳其发生震灾，我们挺进第一线；俄乌战争爆发，我们坚定地与乌克兰站在一起。当然，我们更不会忘记3年疫情期间，民主伙伴相互驰援的那股善的循环。尽管阻挠未曾停歇，但我们没有停下走向世界的脚步。台日友情坚定不移，台美关系坚若磐石。我们的友邦和理念相近的国家，在国际场域中力挺台湾。来自不同的国家的年轻人，在社群上串联 Viva 台湾。台湾的民主成就已经成为世界标杆，台湾的屹立不摇，更无疑是全球民主永续发展以及安全繁荣的最大保证。现在的台湾已经是世界的台湾，我们已经证明了，无论在地缘战略、全球民主发展，或者国际供应链体系，我们都是最可靠、最有效率、最安全的合作伙伴。国际支持我们的力量也来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坚实。此时此刻的我们，已经能自信坚定面向世界，我们也更能自信沉稳面对中国，为未来的发展创造两岸和平共存的条件。作为总统，我的责任就是守护国家主权，守护2300万台湾人民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，同时寻求两岸之间可以和平共处，人民之间可以自由而无拘束、无负担的往来，让台湾甚至两岸都能成为区域和平稳定的贡献者。我要再一次强调，和平是两岸唯一的选项，以维持现状作为各方的最大公约数，就是确保和平的关键之要。特别是全球都已经体认到，台海的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。任何一方不能片面改变现状，两岸分歧必须透过和平方式解决。因此，我们要持续努力，在确保主权跟民主自由之际，能够在尊重历史事实之下，持续建构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。今天，许多政党领袖和贵宾都在现场。政党竞争是民主政治的日常，但我们可以齐聚在此，正是台湾难能可贵的民主风景。我衷心期盼，在选举的竞争过后，我们可以放下激情，台湾内部可以寻求更大的共识，众志成城，对外团结一致。我相信，这是我们不分朝野政党对国家的共同责任。我们愿意以台湾的民意共识为基础，以对等尊严为前提，以民主对话为程序，以维持现状为核心，与北京当局发展双方可接受的互动基础，以及和平共存之道。我深信，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只会越来越强。在全球共同关注并致力维系台海和平稳定之际，我们必须掌握契机，控管风险，进而让两岸成为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要贡献者。这是台湾朝野政党，也是两岸之间无可回避的历史责任与共同使命。各位国人同胞，无论是65年前的823战役，或是如今面对外部威胁的挑战，
我们始终怀抱着不分彼此、同岛一命的信念。如今，中华民国台湾已经成为2300万人民的主流共识。这个共识汇聚了不同族群的历史情感和74年来福祸与共的体认，还更代表我们会为了团结，为了守护国家，为了捍卫民主自由的生活，愿意走进彼此，创造最大的公约数。台湾的民主也因此在无比巨大的内外压力中成长茁壮，从而孕育了更为坚强的韧性。守护台湾的民主，就是守护普世价值的民主。感谢大家的团结一致，我们向全世界点亮了民主台湾。我们会自信地向世人传达：台湾人尊严自主、热情良善。台湾人乐为世界人，也将世世代代做民主人、自由人。我要感谢台湾人民给蔡英文2次机会担任中华民国总统，和台湾人一起打拼，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激。这几年来，施政有所成就，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。身为总统，我责无旁贷。这就是民主国家，执政者不能自满，任何的施政都要让更多人民满意，就是政府永无止境努力的目标。各位国人同胞，蔡英文的任期会停在明年的520，但国家要继续前进。我相信，自信沉稳的台湾一定会继续前进。我们不只要给世界更好的台湾，更要让世界因为民主台湾而更好。台湾加油，中华民国加油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